好，大家好，那我们来继续看这个深度类神经计算机应用哈。那不知不觉来到了第7章哈。那前面的6章呢比较很传统的这一个类神经网络的一些理论哈。那因为最近跟很多研究生在这个 seminar 相关这一个论文哈，那发现同学们都比较集中在玩现在看的第7章的 CNN 跟后面要讲第8章的 RNN 嘿，那对整个模组的那一个应用都很成熟，但是前6章的这些理论的部分呢，都好像很生疏哈，所以我还是希望同学们对这个热门的 CNN 跟 RNN 后面要看的东西呢熟悉以后的话，还是要回去看前面的这个6章的这些理论的基础的部分哈。那对各位在整个设计比较具有内涵的相关应用问题呢，会比较有什么样？会比较有自己的一个想法跟那个创新的部分哈。好，那我们来先看第7之1哈 ，Basic Concept of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那这个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CNN 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嘿。好，原则上我们就从几篇比较常大家看到的那个报道性的文章来 study 一下。假设说我现在有一个照片很简单它是一个 X， 那我要做辨识，我要用 CNN 来辨识。那我要辨识它是 X 还是不是 X。那以这个假设说经过训练之后，那当然这个东西喂到我的 CNN 里面来的话，得到它的那个几率因为这样讲几率也不太好，讲说一个程度好了它是 0.90， 一个是 0.49， 所以原则上这个比较高，所以很可能它就被判断成是 X 这样好，所以原则上这个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那中文把它翻成叫做碱基神经网络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翻成说碱基类神经网络那完全看你怎么样去翻译所以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re 这一个怎么样呢 ？specifically 这个 design 它是特殊被我们特别强调来设计干嘛呢 ？To deal with 一般来讲它都会怎么样 ？To那个 deal with 那意思是说我们设计来怎么样来专门从事以这个什么 recognition of two-dimensional shapes， 就对2维的形状的东西是很容易的去用 CNN 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应用上的一个设计这样嘿。好，那 CNN 呢 is one kind of 它是一种 feed forward 就我们前面讲过它前导的一个计算的一个什么样的 neural network 那 instead of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所以我们一般在玩深度学习就当这个 feed forward 强调 CNN 那 recurrent 会强调我们后面那一章要讲的这个 RNN。 好，那所以同学们对这2个名词有一个再复习一遍的一个感觉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再重新的对同学做一个诠释这样好，那我们就来开始看这个 CNN 大概我们到最后的话，我们会因为这经过这1-2年的发展那大概有很多的模组一直在变化所以最后我们大概会集中去讲 Google 的这个 TensorFlow 所以在第9章会针对它来讲。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还是专心先看一下它基本的结构因为毕竟你最后有很多同学他会去做报告比如说专题生做报告，那或者说你会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个应用问题的设计，那甚至研究生要写他们论文所以这些东西还是要能够驾轻就熟那这个从网络上我们看到这个常看到很热门的这一个作者他在网络上 PO 的这个图形，因为这些图形我们都自己本身还是可以 generate那我们看他的报道还算蛮高的一个这个读者在阅读他的这一篇的一个报道，我们说就把它截录它的图形出来所以the main component of this model is convolutional opera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什么 convolution， 有 convolutions那一大堆的 convolution 在这个结构里头那中间就有很多不同的运算，非常多不同的运算这样那这些不同的运算呢，就是呢组成它一个很复杂的一个 computing model 所以那 in addition 另外呢 there are more components， 也就是说主要是这个 convolutional operation 的这一个元件那
还有其他的元件哈 ，including 哈 subsampling 哈，像在这里它就出现一个 subsampling， 那 full connection 哈，它有一个 full connection， 种种哈，它甚至它利用高斯的 connection 去连一个什么一个网络的其他的架构出来哈，所以原则上我们以后会跑一些套件，那套件的话就是说这个 model 是你自己去 build 的那你可以呼叫很多的 package 去组很多不同层的一个结构哈，那当你乱兜它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取笑说你就是产生一个什么样 highly nonlinear system 就是说都一个什么样高维度的那个非线性的一个什么 highly nonlinear 一个 dimension 的一个 system 高维度的一个非线性的一个系统出来。那经过你用暴力的方法去训练它，也许它还是能够 work 但是你不能够解释你的这个设计的那个 philosophy 那就不是非常好所以在我们这一章里面的话，原则上会给你一些概念那因为这几个作者他们写的东西都还蛮不错，很容易了解非常容易了解好，那有这样概念呢，我们来看 two main parts， 它主要就说有很多的文章包括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说它还是有两大部分就说那么复杂的结构里面，它有两大部分，哪两大部分呢？第一大部分就是这部分呢，我们就叫怎么样？所以 the first part concentrates on data abstraction， 叫做资料的一个什么 data abstraction， 就说 abstraction 一般来讲就是等于有点类似把它摘要，把它萃取把它抽出来这样to 什么 retrieve some features from input image。因为 CNN 一般来做应用都是在做影像处理比较多，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应用了所以原则上我们就说希望从它中间抓什么呢？我们要抓它的一些 features。好，我有一阵子没有画我就来画一下，就说我把它抓出来，因为影像一般来讲它很庞大，像是这里是很简单，用32乘32那像我们前面讲过说我们28乘28就有784维左右那以前我们在做更早期我们在做那个什么 linear picture 种种的那一个研究是1020乘768它的维度更可怕，65536 6万多个一个维度。那当它那么庞大的时候呢，在做计算不容易所以我们常常就会有一个先做一个什么资料的一个萃取所以我可以把它换成萃取这样好，所以我们就那个，所以第一部分就是说这些是很奇怪的一些 operation。那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做资料萃取所以 simply 就简单的说呢 ，we can call this part as 什么 feature abstraction， 就是特征萃取。它这个特征萃取的部分这样好，那再来呢第二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我用红色把它 mark 起来所以这个就是 second part preserve the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perceptual neural networks， 就是说这一部分呢就跟传统的我们前面所学过的这个前面6章所学过的怎么样那些传统的结构因为传统结构毕竟还是从早期的1970年代开始的那些这一个filter design 滤波器设计的那些这个信号处理的那边来的那个观念所以我们还是要保留这一块因为它还是有它很强大，所以后来加了这一些部分呢主要在做这个资料萃取资料萃取这样好，所以那我们来看看，我们就认真看一看，那为什么要多出这个 CNN 出来所以比如我们传统模式，那传统模式很明显就是说我们前面的那个 list mean square， 或者我们看到那个 backpropagation， 那以那个list mean square 来讲的话，我们直接怎样？我们在玩的时候我就把这两个模式先写出来，比如说我就一点一点分析，就是说传统的模式里头，我们就说 input data are fully connection 那主要是把全部都把 connect， 一般来讲 fully connect 那么 into the neural network 那我是大略这么讲那你在 implement 的时候，你也可以不必这么做那 this approach can globally scan the raw data， 就说整个把它喂给它 neural 的整个去计算的话你可以怎么样 globally 就是说你可以全域的去看它的怎么样，看它的这一个影像的一个什么你某些特征这样但这个好处也有好处也有坏处所以那 therefore 呢 it lost 的什么的 detail of 什么 local information， 也就是说当你全域看进去很多细节你看不到，这个是我讲的了当然是你有可以很多其他看法所以原则上就是说针对它前面的那个特征萃取，它去萃取一些 local 的一些就是说这个 loss 掉怎么样，这个 detail
这个 detail of local 这个 local 的 information 那这是我讲的了我故意这么写出来的那当然也不见得是完全你会认同那只是告诉我们说传统的模式不够复杂也就是说它所架出来的那个模式呢比较简单，导致很多的东西我们就没办法训练。那现在我们看到那个前面刚刚看到的画的图那他就说他会用 convolution， 所以有点类似我们在做这个立波器的，它叫做 sliding window， 就是说它在上面滑来滑去，滑来滑去，滑来滑去那个 approach is used in this model to find the local feature， 所以相对它可以把 local feature 抓出来 on the 什么 input image。那这个是我特别讲的那 due to the trade-off of global view， 就是说它跟 global view 做的一个 trade-off， 所以 the full torrent of or error correction need to more efforts。那这一句话什么叫做 full torrent 跟这个 error correction， 我们在前面讲过了前面那个第6章讲过了，就是针对有一些，因为他没有看全貌，尤其是我做过几个实验研究生做过几个实验，传统我们去做那个杂讯处理的时候，用这个 CNN 就比较就是比较不容易的比较直接用那个原始影像喂给那个 CNN 去做它的一个处理的话，比较不容易达到这个 full torrent 跟这一个 error correction 所以那我大概就只先把这几个观念把它标榜出来那让同学们脑袋瓜有一个感觉就好了因为毕竟到后来大家都会去跑那个几百层几百层的整个结构非常复杂，那复杂到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那每天在抱怨这个电脑不够快那跑出来不够精准那当那个层次一多，电脑一快硬跑到后来发现效果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个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个见仁见智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的 structure for the feature abstraction， 就是说针对这一块的那个特征萃取有没有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块特征萃取这个 the operation of convolution 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一个 convolution， 两个 convolution 就是我取的这个参考的图有没有？它是 is applied 就是说 to retrieve the local features for further neural computing， 那就是说透过 convolution 它去萃取那个 local 就是说local 等于是部分这个影像的部分的那些特征，它把它萃取出来。那萃取出来就变成它的特征，那准备给后面怎么样？后面传统的这一个去认，那他们认为说这样子效果比较好。那事实上，这几年来大家这样跑起来的结果也感觉还蛮好的所以 therefore 呢 ，the original or raw data are 什么 mapped into feature map 所以在这里我们常看到一个叫 feature map 特征的图形，有没有特征的图形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 feature map 他就把它那个取名叫 feature map。变成一个特征的一个 map 它把它 mapping 过去mapping 过去，那怎么细算后面我们再逐步跟各位讲解这样的好，那有这样概念以后的话，那你问我说刚刚那个几篇几个作者有名的那个模式是不是以后我们看到 CNN 都长这样子？不是，所以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大家被提出来的这一个模式的怎么样模式的变形所以我们就看到，比如以这个例子来看，这个例子来看有没有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就随便找，大概 input size， 比如说我随便找一个180乘上180的 input size， 可不可以？可以呀。那甚至我们像 4K 的影像进来可不可以？也可以呀。所以种种变形，第一个你要考量它的 input size， 第二个呢 number of convolutions， 我可以搞很多的 convolution， 一大堆，你看现在又出现一个名词 dense， 又出现一个 max pool。所以种种不同的 operation 都是你可以考量的太多考量。那甚至你看我这边的 pool， 那什么叫 pool？ 那 pool 不是游泳池吗？ swimming pool 吗？确实也有点它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后面我们再来定义后面再来定义好 the 什么 the perception structure， 后面的这个 perception structure 到底要怎么去设计？像这一块其实就是传统的这一个 full connection 那怎么去设计呢？那包括的 output size 到底有多大？那这个的什么的 concatenation structure， 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要一个一个把它 concatenate， 那甚至以后你们去跑人家的套件人家都已经跑出来说，不错，可以辨识人脸啊，可以辨识这个手型啊，他们跑出来的东西有128层，这个200层，那这个就是它的 concatenation， 就是说
它要把它兜，这个兜的策略是什么哈？这个各种不同的手法，有太多的考量哈，这个都是未来你们在做这个深度学习设计上面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哈。所以有太多的变化，太多的种种因由哈，都是我们后面要去努力的哈。所以在这一节我就先引出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让各位晓得CNN 就是我们深度学习第一个要重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模式，这样嘿。那它的变化确实也蛮多的哈。那让我们在做设计问题的时候呢，有更多的能量去展现我们的什么设计的一个 idea 哈，设计的一个变化这样哈。好，那我们呢第一节呢就先到这边哈。